擊沉敵艦71艘，擊落敵機404架。它被日本海軍視為灰色幽靈，被美國海軍學院稱為永遠的榮耀。它就是二戰史上最偉大的航空母艦企業號。在那個炮火紛飛的太平洋戰場，企業號究竟經歷了怎樣地獄般的洗禮，才能創下至今無人能破的恐怖戰績？今天我們就來深度起底這艘被稱為幸運的翼的傳奇巨艦。要看懂企業號的偉大，我們得先看看它出生的時代。1934年，美國正處於經濟大蕭條的泥潭中，國會為了省錢，把海軍的預算卡得死死的。在這種抠抠搜搜的環境下，企業號作為約克城級航母的2號艦，艱難地在紐波特紐斯造船廠動工了。誰也沒想到，這艘起初連設施都沒健全就匆匆下水的船，日後會成為整個美國海軍乃至整個世界的救命稻草。時間來到1941年12月7日，這個讓所有美國人都無法忘記的日子。這一天，日本海軍烏壓壓飛過珍珠港，太平洋艦隊主力全軍覆沒。但在這場浩劫中，發生了一個堪稱奇蹟的巧合。企業號原本預定在前一天返回珍珠港，卻因為在公海遇到了強烈的風浪，航程被迫延誤，剛好躲過了日軍的狂轟濫炸。當企業號的偵察機飛抵珍珠港上空時，看到的只有濃煙和廢鐵。它也成為了太平洋上美國僅存的幾支有生力量之一。接下來，它幾乎打滿太平洋戰爭的全場。1942年6月，決定太平洋命運的中途島海戰爆發。在這場戰役中，企業號的表現堪稱天命之子。戰爭初期，美軍的進攻並不順利，魚雷轟炸機因為缺乏護航，幾乎被日軍的零式戰機不要命的打法屠殺殆盡。眼看剩下的魚雷轟炸機機隊就要因為燃油耗盡無功而返，機隊隊長麥克拉斯基做出了一個足以改變歷史的決定。他跟着一艘掉队的日本驅逐艦航機，奇蹟般的找到了日本機动艦隊的主力。此時，日本航母的甲板上堆滿了飛機、炸彈和燃油，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火藥桶。企業號的轟炸機像死神一樣俯冲而下，短短幾分鐘內，炸彈精準命中加賀號和赤城號。在約克城號的配合下，企業號當場擊沉蒼龍號。至此，日本海軍的3艘主力航母灰飛煙滅。這不僅是一次戰術上的勝利，更是扭轉二戰太平洋戰局的決定性一擊。企業號一戰封神。但誰也不會想到，這只是傳奇的開始。如果說中途島是企業號的高光時刻，那麼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就是它的煉獄生存戰。1942年10月的聖克魯斯群島戰役，美軍在太平洋上的航母力量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。胡風號被潛艇擊沉，薩拉托加號被重創回國維修，大黃蜂號在海戰中被日軍擊沉。環顧四周的太平洋，美軍手裡能打的大型航母就只剩下企業號這一根獨苗。在那段最絕望的日子裡，艦上的水兵們在甲板上排列出了一行大字：企業對陣日本，一艘戰艦對抗整個日本。這是一個何等悲壯又何等霸氣的宣言。在這場戰役中，企業號遭遇了日軍數十架飛機的瘋狂圍攻，炸彈貫穿甲板，機庫燃起大火，但它就是不沉。日軍多次在廣播裡咬牙切齒地宣布已經擊沉企業號，但每一次滿身傷痕的企業號都會像幽靈一樣再次出現在海平線上，繼續迎着炮火起飛戰機，掃射日艦，不死不休。看着這艘打不死的航母，日本人終於明白了，他們打的不是航母，是幽靈。一艘來自珍珠港、攜帶滿腔復仇鬼火的幽靈。灰色幽靈的綽號由此名震天下。熬過了最艱難的歲月，隨着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全速運轉，新的埃塞克斯級航母像下餃子一樣服役。企業號終於不再孤單，在他的帶領下，無數美軍航母一次又一次將日軍的戰略企圖衝得粉碎。從吉爾伯特群島到馬里亞納射火機大賽，從萊特灣的終極海戰到沖繩島的血肉魔方，哪裡有硬仗，哪裡就有大義的身影。到了戰爭末期，瘋狂的日本神風特攻隊多次對企業號發起自殺式攻擊。1945年5月，一架零式戰機損毀了它的前部升降台，巨大的破壞終於讓這艘身經百戰的老兵不得不返回美國大修，並因此錯過了日本投降的最後3個月。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的偉大。我們來看看他交出的恐怖成績單。參戰20場，擊沉敵艦71艘，擊傷敵艦192艘，空中擊落敵機404架，地面擊毀敵機507架，獲得了多達數十枚戰爭表揚獎章。它是美國第一艘獲得總統集體嘉獎勳表的航母。這個戰績不僅是二戰第一，更是人類海戰史上絕對的唯一的戰績天花板。戰爭結束後，戰功彪炳的企業號參與了接老兵回家的魔毯行動，然後在1947年黯然退役。按照他對這個國家的貢獻，他理應被當成聖物一樣永久保存，就像憲法號一樣。美國海軍部長也曾大力呼籲，
退伍老兵們更是四處奔走籌款，試圖買下這艘傳奇戰艦。但是現實往往比戰爭更殘酷，因為高昂的維護費用和籌款失敗。1958年，這艘拯救了美國太平洋舰队的英雄航母，僅僅以56萬美元的廢鐵價格被出售，最終在拆解廠的悍江下化為了一堆碎鋼鐵。這是一個令人心酸的結局，但企業號的故事並沒有結束。在老兵們的強烈要求下，海軍做出了妥協，他們將世界上第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CVN-65 再次命名為企業號。這是對那艘二戰最強航母最高的致敬。企業號的名字已經不僅僅是一艘船，它是美國海軍在絕境中不屈不撓的象徵，是一段用鋼鐵和鮮血鑄就的神話。人類的讚歌是勇氣的讚歌，而企業號的經歷就是最勇敢的讚歌。好了，本期關於二戰最強航母企業號的深度解密就到這裡。你認為如果當年企業號沒有躲過珍珠港的空襲，太平洋戰爭的結局會被改寫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硬核觀點，喜歡的話請點讚關注。